很像切葱段的感觉，左边一刀，右边一刀。所以这一笔看起来要成熟稳重，像一张沙发一样，能够保证上面所有的笔画都稳稳地坐在上面。你会看到这一笔横画像一把大伞，下面所有笔画都在它的庇荫之下。大家都说欧体楷书很严谨，但严谨代表呆板或一成不变吗？其实九成宫里的横画都有着不同的个性，现在就带大家来认识欧阳询笔下很有戏的3种横画。第一个妙趣横生，王字的第一笔，这里起笔有毛笔笔尖的尖头，这时候就可以先在脑海里想象，苹果笔没有毛，那要怎么写呢？第二笔是平衡，从起笔、行笔到收笔都很平顺。你发现了吗？一样都是短横，第一笔跟第二笔看起来就是不一样。第三笔的长度看起来只有比前面2笔长一点点。好，那换成 iPad 可以怎么写呢？如果你有购买9成功李全明平板练习字帖，我选的这个王在练习字帖的第25页，可以拿出来边看边练习。哦，等一下，写字之前要先关闭速创形状，才不会画出几何图形。好，再强调一次 ，iPad 书法握笔的角度很重要。横画的起笔要倾斜握笔，笔跟平板大概呈45度角。第一笔尖头横，起笔轻轻的，先往下有个弧度，再往右上扬，然后顿笔结束。但是起笔不要这么弯，意思到了就好了。所谓的顿笔，就是笔尖要先按一下，再顺着这个臀部的弧度，把力量收回来。不要这样很明显的往下拉，这样臀部就下垂咯。第二笔是平衡，直接45度角起笔，粗细都差不多，然后往右上扬，就结束了。跟第一笔哪里不一样呢？起笔的方向不一样哦，收笔也不用顿笔。平衡的写法基本上就是怎么起笔就怎么收笔，很像切葱段的感觉，左边一刀，右边一刀。第三笔，起笔跟切葱一样，切口的地方是斜的，尾巴收笔用顿笔，所以要饱满有弧度，看起来比较像切过的香肠。所以第三笔同时拥有前面2笔的特色。最后竖画45度起笔，一开始要按一下，然后往下拉，不要写垂直的，要稍微往左斜一点点。碰到横画之后，稍微往右顿一下就可以了，有一点像拉长的英文字母 Z。那要注意，横画之间视觉上的间距要都差不多，但是千万不要用尺量哦，我们不是在画工程图哦。好，那现在换你试试看吧。第二个，
老气横秋的横画。为什么我叫它老气横秋呢？因为这种笔画通常在字的底部，它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承受重量，所以这一笔看起来要成熟稳重，像一张沙发一样，能够保证上面所有的笔画都稳稳地坐在上面，不会掉下来。先看三这个字，把三的底部长横切成3段，你会发现三的底部长横明显比王长得多，而且这里有一点点弧度。为什么要写的有点弧度呢？就像拱桥一样，这个弧度能够顶住上面的重量。但是这一笔的问题就在怎么写的又直又长，然后下方还有一点点弧度呢？你可以先想一下，等一下看示范，跟你想的一不一样？这个3在练习字帖的第32页，一笔尖头横，笔轻，然后往右加重上扬，顿笔结束。第二笔平衡，没错，45度角下笔，保持差不多的粗细，往右上扬。再来底部横画，怎么写的又长又直又有弧度呢？秘密武器就在食指施力的控制要收放自如，前后起笔跟收笔要按，中间要放掉一点点力气。45度角下笔，这里先按，然后要提，就是力气放掉一点，慢慢的往右上扬拉长，最后顿笔再按一下。好，现在换你试试看。除了 YouTube 影片的内容，如果你想更有系统的学习 OT 楷书，完整课程包含更多示范以及笔法技巧、常见的错误分析和读帖方法。课程也提供配套的字帖，方便你跟着影片一起练习。欢迎到官网点选加入课程，了解更多哦。好，最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横行霸道，它是横画中的霸道总裁，也是横画中的主角。它负责把空间撑开，让整个字看起来很有气势。沿这个字，你会看到这一笔横画像一把大伞，下面所有笔画都在它的庇荫之下。这一笔最大的特色就是中间细腰，可以把它想成是底部横画的浮夸版。这个沿在练习字帖的第30页，第一笔点画，按下去之后要挑起来，主笔细腰横，45度角起笔，提笔渐弱拉长，中间最细才渐强，最后顿笔要按下去，这样粗细的反差才会比较明显。中间2个短横都可以用尖头横的方式写。这个口的左竖其实比较类似长点的写法，不要写得直直的，轻轻下笔之后往右内靠，再来横折45度角起笔，渐弱上扬，再按一下，再往下折，要稍微往左边靠，最后一笔尖头横结束。好，现在换你试试看。
好，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介绍的3种横画。第一个，妙趣横生，活泼有变化的短横；第二个，老气横秋，沉稳有底气的底部长横；第三个，横行霸道，霸气有主导性的横画主笔。那这些名称都不是书法里面的正式用语，只是帮助大家了解欧体楷书横画特色的一个记忆方法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